虽然拜登经常闹笑话，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因此而轻视美国。另外呢，拜登政府对中国也抱着相当敌视的态度，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要对台湾采取行动，要干预台海战争。如果拜登的顽固政治立场和精神异常结合在一起，很可能做出更加疯狂而偏执的反华行动。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拜登叫嚣美军出兵台湾频繁失言背后，曾经被特朗普揭露老年痴呆。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我。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上台以来呢，干了不少糊涂事儿，也闹了不少的笑话。这些事情呢，发生在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身上，其实呢也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但是选他做总统，不仅仅是整个美国的笑话，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重大的风险。在2020年的竞选期间呢，特朗普就不停地嘲笑拜登得了老年痴呆，说他是瞌睡乔，因为拜登呢经常会陷入近似梦游的状态。当时是人们对这件事并不太相信，以为特朗普是在打击竞争对手。但是拜登上任以后，人们逐渐地发现，特朗普虽然经常满口胡言，但是对拜登的身体状况，他似乎没有乱说呀。拜登其实是个不服老的人。2021年3月19号，在上任1个多月的时候啊，拜登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上专机的时候，他试图一路小跑跑上空军1号的舷梯，但是一连跌倒了3次，把观众是吓了一跳啊。因为就在前一年，拜登在家里逗狗的时候，曾经摔倒骨折。虽然拜登还是自己爬起来了，白宫的医生也表示问题不大，然而很多人都担心，这对美国的国运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很快，人们的担心就更加沉重了。拜登不仅仅是腿脚不灵便，好像脑子也出问题了。2021年4月14号，拜登在访问北卡诺莱纳州的过程中，对当地的一所大学进行了40分钟的演讲。对于80岁的老人来说，能站立40分钟已经算是不错了。这可能耗尽了他的精神和控制能力。演讲结束以后，拜登说了一句“上帝保佑美国”，之后呢，伸出手和一个不存在的人握了手，又原地发呆了好几分钟，才走下演讲台。美国人大惊失色啊！难道真如特朗普所言，拜登得了老年痴呆症呢？共和党趁机发起攻击，要求对拜登进行测试，看他脑子是不是正常。白宫呢，恼羞成怒地拒绝了。今天的美国政治可以用风雨飘摇来形容。虽然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但是它的体制已经腐朽，而且已经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中国封建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类似的局面，看似强大的王朝从内部崩溃了。很多研究者认为，今天的美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要想破局，就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有雷厉风行的执行能力。但是美国的联邦制、两党制、三权分立制从根本上阻止了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当美国总统的人每天都要处理无数棘手的问题，对精力、体力和耐力都要求很高。拜登呢，以80岁的高龄，恐怕是很难坚持下来了。于是乎，拜登在2021年5月到7月间，拜登呢多次闹出公开下跪的笑话。最著名的一次是给以色列总统鲁尔里夫林以及幕僚长利夫卡拉维茨下跪。无论白宫的幕僚还是以色列的官员都惊讶的活不能嘴呀。不过这种事情后来发生的越来越少了，可能是幕僚们呢提高了警惕，见势不妙就赶紧扶住他，不让他再给美国人丢人现眼了。一般来说呢，围绕国家领导人产生一些传言，并不是罕见的事情。但是作为美国选了一个80岁的老人当总统，就任之后发生了这么多神经不正常的举动，只能再一次证明美国的政治已经腐朽，甚至连一个愿意救国的壮年人都选不出来。美国并不是没有年富力强的政客愿意当总统，但是这些人往往连第一轮的竞选都无法取胜。美国政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一个人能不能爬到总统大选的最后阶段，也是要看能力的。所以美国比较年轻一代的政客显然都没有当总统的能力，
这一点，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表现就是证明。他虽然不像拜登那样胡乱下跪，但是经常莫名其妙的狂笑，也让人无所适从。虽然拜登经常闹笑话，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因此而轻视美国。正相反，我们要引起更高程度的警惕。拜登在对待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时候，从来都是大事不糊头，不但准确地预测了俄军发起战争的时间，还迅速地采取行动，组织整个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另外呢，拜登政府对中国也抱着相当敌视的态度，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要对台湾采取行动，要干预台海战争。如果拜登的顽固政治立场和精神异常结合在一起，很可能做出更加疯狂而偏执的反华行动。对此，我们需要制定各种预案，应对最恶劣、最不可思议的情况。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